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多数人一谈到财富、健康或人际关系，第一个浮现的念头往往都是：我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还少做了什么？于是我们开始学更多方法，设更多目标，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但奇怪的是，越用力的人，反而越容易感到卡住、焦虑，甚至怀疑自己。如果显化真的如许多书籍与理论所说，是一种宇宙法则，那问题其实不在于你会不会显化，而在于你正从哪一个状态在创造你的现实。在前面的影片中，我们已经谈过一个很关键的观点：显化不是一项技巧，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。不论你有没有刻意去做什么，我们都无时无刻在参与现实的形成。既然创造一直都在进行，那真正值得探讨的就不是怎么让显化发生，而是到底是什么在主导这个创造？是焦虑的念头？是对未来的恐惧？还是来自更深层、尚未被察觉的内在状态？也许人生之所以不顺，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你一直站在错的层次，用力的想要改变现实，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开始重新理解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往更根本的地方拉开，就会发现一件事：所谓的显化，并不是人类后来学会的一种能力，而是存在本身就具备的特性。在许多灵性与哲学系统中都提到一个相似的观点：最初的神性本源为了体验自己、感受自己而展现出万物，不是因为缺乏什么，而是因为丰盛到需要被经验。而我们并不是被创造后就与这个本源断裂的个体，相反的，我们正是这个本源的延伸、表达与显现。换句话说，创造力不是被赋予的能力，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的状态。如果存在的本质就是创造，那么我们的人生自然也不可能脱离这个原则。不论你是否意识到，我们都在持续参与现实的形成，透过我们的感受、信念、关注的方向以及所认同的自我形象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再回头看人们最关心的三件事：财富、健康与人际关系。这些并不是某种特殊、被宇宙严格管控的例外项目，它们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显化成功的结果，而是本来就存在于创造范围之内的生命经验。问题从来不在于我可不可以创造财富，我能不能拥有健康，我值不值得被爱。真正的问题是，我正以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在经验这些主题。因为创造并不是从想要开始的，而是从我是谁开始的。当我们认同自己是匮乏的、受限的、需要不断证明的，那么即使表面上追求的是丰盛、健康与连结，实际上显现的往往仍是焦虑、失衡与拉扯。所以，这一切并不是要你去强迫相信某种说法，而是邀请你重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如果我本来就承袭着创造的本质，那么是什么在遮蔽它？而答案往往与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小我心智密切相关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本来就具备创造的本质，下一个自然会浮现的疑问是：如果真是如此，为什么现实看起来还是这么不顺？关键往往不在于你不够努力，也不在于你理解的不够多，而在于目前主导你人生创造的是哪一个层次的自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时候占上主导位置的是我们熟悉的小我心智，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重要：分析、比较、预测、避免风险。正因如此，它非常擅长让我们活下来，却不一定擅长带来整体性的转变。当财富交给小我心智主导时，追求很容易变成焦虑；
当健康交给小我心智主导时，关注往往变成恐惧；当关系交给小我心智主导时，连结常常变成计较与防卫。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小我心智运作的前提本来就建立在不足与威胁之上，它需要不断解决问题，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于是，我们开始用思考去对抗现实，用计划去控制结果，用意志力逼迫自己成为某种更好的人。短期内也许能带来一些改变，但长期下来，内在状态往往变得更加紧绷。这正是许多人在显化道路上感到挫折的原因。不是因为显化无效，而是因为我们试图用一个以生存为导向的心智，去完成一个本质上来自存在层次的创造。当创造被交给小我时，现实就变成一场永远需要修补的问题。而当小我不断运转，那个原本承袭自本源、自然流动的创造力，反而被层层遮蔽。所以，真正需要被调整的，从来不是你做的够不够，而是你是否愿意暂时放下这个必须一直想、一直控制的自己。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停止思考真正的意思。当我们谈到停止思考，很容易被误解成放弃理性，什么都不管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意思恰恰相反。理性与思考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让思考成为唯一的主导者。仔细观察许多杰出的创作者、科学家、艺术家与音乐家，他们在回顾人生重要突破时，常常会提到一个相似的经验。真正关键的灵感，并不是在反复推演、用力思考时出现的，而是在放松、专注当下，甚至暂时不再追问答案的时刻突然浮现。那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，而是一种整合发生的状态。当心智暂时不再急着介入、控制与判断，更深层的秩序才有空间自然显现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会形容那一刻像是灵光乍现，或是一种与更大整体连结的感觉。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更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暂时不再阻挡那股本来就存在的智慧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生命本身，就会发现这样的智慧其实无所不在。每一个细胞内的 DNA 都承载着极其庞大的资讯。人类的基因组由约31个碱基对组成。若将这些遗传密码比作文字并印制出来，需要动辄数十万页，甚至超过100万页的纸张才能完整呈现。如此精密、有序、彼此协调的运作，从来不是靠细胞思考出来的，它只是在适当的条件下自然的展现。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如此令人惊叹的宇宙生命演化，并不是小我心智去思考创造出来的。真正的创造，并不是靠小我心智去指挥宇宙，而是当小我暂时退场，让那个原本就存在、超越个人计算的宇宙智慧重新接手运作。当我们停止过度用力的想要改变现实，反而更容易与这股创造的宇宙源头对齐。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责任，而是因为我们终于不再阻挡。而这种非控制状态，正是接下来能让现实开始出现不同排列方式的关键。所以，当我们回顾整个过程，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。我们本来就承袭神性本源的创造力，所以财富、健康、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可以创造的。卡住并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小我心智在主导。它以生存、防卫与控制为前提，遮蔽了本源的创造力。真正突破的关键，不是在增加思考或方法，而是暂时放下对结果的拉扯，专注当下，让创造力重新流动，智慧重新显现。
当你理解这个原则，会发现显化从来不是靠技巧或公式，而是透过状态与连结，让一切自然显现。你已经掌握了理解的核心，现在只差一步，去感受，去体验，去与自己的高我以及与宇宙的创造源头对齐。至于具体该如何操作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破除小我，连接高我，重新对齐宇宙的创造能量，这部分我们会在之后影片中详细展开。在那里，你将看到可以实际练习的流程、方法与案例，帮助你把这个理论转化为生活中的实际改变。而今天这部影片的重点是让你明白，你本来就拥有创造财富、健康与爱的能力，而这份能力只需要你放下阻碍，让自己回到本源的自然状态，一切才会开始重新排列。这样的理解或许暂时还只能停留在思考与感受之间，但它已经打开了通往更多可能性的门。下一步将是你自己开始亲身体验的时刻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